嗨，你好吗？这是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沙登一处普通的民宅。在探访今天的教育慈善机构 Mimosa 之前，我并不知道它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它服务哪些人群，做哪些特别的事情呢？直到我见到在这里已经投入10年的主理人赖康辉先生。Mimosa 它其实是一个植物的名字，Mimosa pudica，就是含羞草。Yvonne 姐，我们的创办人，也是我们的顾问，他取的名字。含羞草是能够在荒地生长的 ，OK， 就是比如那个土地不肥沃，然后环境恶劣，然后在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如果土地不肥沃，环境恶劣，很多沙土，就是缺少腐殖土的状况下，最先长出来的植物就是Mimosa含羞草。哇，这还是很有意义啊！您可能还不知道，根据2024年4月世界银行报告，大马学生的数学和阅读熟练度只有越南将近一半，学生实际在校时间8.9年，只有新加坡和韩国的2/3，比越南还少了20%。在乡村，辍学率高达4.67%，这其中大部分都是 B40 群体。人人享有教育的权利是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而 Mimosa 10年前就开始做的是 Learning for All。一些社区的青少年的资源也不一定足够，就是有些甚至会比较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呢，家庭资源匮乏或者社区的资源匮乏，也会导致他们学习上的一些困境。他会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对，他基本上会服务社区，然后拓展就是教育然后还有身心健康，然后还有特别也是情绪教育，也希望提供一个学习环境，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孩子或者一些家庭，他的空间也是有限，然后所以我们是希望有个这个空的这个空间，他们可以就是来到这里就是学习，哪怕是他们当天没有上课就是我们没有提供课程给他来这里做功课也行。和康辉聊到现在，我大概理解他们说的 Learning for All 不单单是给各个群体的人、各个阶层的人，还有教授各种各样的课程，因为他们崇尚全人教育，它不单单有教学、有活动，还有心理的辅导。多元就是有马来学生、华裔学生、印裔学生，然后还曾经有过就是客工，就是外劳的客工、移工的孩子，或者是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有办就是那个新春团拜不过是小型的，就是在这社区的楼下，我们孩子家长都可以来又或者是开斋节的时候，就是穆斯林同胞的节日。然后我们就一起分享。说到孩子，我们不妨就采访一下正在这里学习的孩子们。你先开始好吗？你叫什么？我叫郑玉浩。你每个礼拜来多少天呀？大概来1-2-3天。1-3天。你觉得你学到东西吗？你喜欢这里吗？可以。可以啊，是你可以，很可以，超级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可以可以，对吧？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在这里认识新朋友，还有可以和老师相处。你喜欢待在家里还是喜欢待在这里啊？2个都可以。2个都可以。好，谢谢你。来，我们握握手，谢谢你。好。好。我叫郑玉煌啊。多大了？12。你在这边学一些什么课呢？学华文、国文、英文。就这几科，就是差不多每天都有来啊。每天都有来。你喜欢来这里吗？喜欢。跟学校比呢？更喜欢去哪里？2边都喜欢。喜欢这里的什么呢？在这里可以学到新知识。这里又可以认识新朋友，可以跟老师相处。你喜欢哪个老师啊？每个老师都喜欢。最近一次喜欢老师的什么事情可以说说看吗？就是我不会的东西，他能教我。最近学会了一些什么？
就比如数学的度量衡。爸爸妈妈喜欢你来这里吗？喜欢。他们觉得你有什么变化吗？有看到你有什么进步吗？就是学业都有进步。那他们会开心吗？会。你有没有希望为这里做一些什么吗？有，说说看。但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在这里。你可以像哥哥一样啊，来帮忙啊。那小孩子过来啊，就是你怎样界定他是否合适？就是他的学习能力、他的学习程度到底怎样？这个怎么样来确定这个事情呢？一般上我们老师都会去鉴定啦，然后也会给他试做一些练习来鉴定，然后鉴定之后呢，分了班之后呢，我们老师也有paper， 也有一些记录表，记录他们的学习的进度，他们列在什么 category， 列在什么程度的都有。那小孩过来都是免费的吗？免费啊，免费啊。那这些习题啊。都是，当然课时的时间、教室、老师的这些都是免费的，让他们做一些题目啊，这个也都是的，对，免费哈哈。这整10年不简单了，就是就是以沃姐带头下，我们跟着去做了。既然讲到了教学环节，让我们快采访一下这里常驻的几位老师们，他们有些怎样有趣的故事呢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展贤。我的教的科目包括中小学的科学、历史，还有高中的公民教育。我是 UPM 的社会学本科毕业，现在读着金融硕士。我叫 Kevin， 我在教他们中小学的数学，然后还有中六生的经济。我现在是在 UPM 就读博士金融。大家好。可以叫我 Venice， 我其实也是 UPN 的学生，现在的话是负责这边的语言科目，比较擅长华语、英语还有国语，然后都擅长。对，因为我本科是中文系，然后现在硕士的话是读应用语言学硕士，英语相关的。现在还在念着？现在在念着，现在才刚过第1年。看不出来。对，大哥是吗？大哥。我是在读这本科的时候，我就有认识到这边的康辉他们嘛。然后呢，我就认识到米莫莎。之后呢，在 COVID 期间呢，然后他们要找一个老师来教他们学生会计，因为他们没有老师会教会计，然后他们就找了我去教他们学生会计，所以我就在这里慢慢从兼职做到现在然后我的话，我是因为一场巧合，他那时候他是跟我说，我们中心有想要带学生去看电影，然后他说我能不能帮忙，就是帮忙顺便带学生去看一下。那时候我就以为说只是普通的可能帮忙一下罢了，哪里知道原来只是一场其实是一场面试的一个考验。然后就这样我就加入了米莫莎，然后开始时候我是教语言课，后来呢逐渐就开始慢慢转成教中学生的科学与他们的历史。我是主要是先认识这2位先，其实他是我第1位认识的，也是因为通过一场活动去认识的，因为刚好我那个时候也是需要去开拓视野，然后才说可以帮忙引荐我进来做，所以我是这3位里面资历最浅的。对，所以差不多是这样。我们给女生一个好一点的问题，你去管这些小孩有哪些心得吗？我们如果说2到3个心得会是什么？这个可以，因为本身的家庭教育关系吧，因为我母亲也是教育行业相关的，她基本上都是从妈妈那边学来的。会不会经常有声音说，我妈妈小时候就是这样教我的？对，大部分都是家庭教育那边，因为我是相信家庭教育只要教得好，孩子们自然不会就是才会走上正轨，所以我还是很崇尚于孩子的自然发展，但前提是他们要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那如果很小的小孩子他们有几个人聚集在一起，突然很吵，不听话了，你怎么能够一下子让他安静下来？我这里最常用的就是声音，就我的嗓门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我会先用声音去压制，比较多。要是压制无效呢？
压制我笑，通常是有效啦。他们很好，他们很好。那个开口了，基本上是有的。凯文的时间最长嘛，我也问你一个 tough 一些的问题，有没有想过退出？目前的话是还没有，因为呢，我现在还在读这博士嘛，然后呢，我还是需要处理这方面的时间，就是怎么说，我读这博士的话，一定有多余的时间嘛，我就把这些多余的时间就专注在这边身上，就让这些孩子的成绩提升啊，也帮助他们的心理成长。那方面的素质也帮忙他们提升一下，这样子的话，我在这两边的话，我就能我除了在我学业上我能做我自己事情以外，我也会进入到这社会上的一些问题，这边比较偏多一些 B40就低收入的家庭嘛，然后他们的孩子也面临了许多问题，这样子的话，我在这边也能发现到现在的社会问题然后这样的话，我也能自己找出一些问题来帮助这些孩子上的问题，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样的话我就能提高我两边，我除了是对这社会的贡献以外，我对我自己的学术上的贡献也有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样对。OK， 谢谢。让你感到最难受的事情是什么？哇，这个的有点难回答因为怎么说？但不是没有嘛，是吧？是有，只是我要想办法，不直接的把这件事情说因为在这里我遇过最棘手的事情，应该是我得知到我们的有一个学生他闯了大祸，我是希望不要把事情闹大，因为我知道，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实在是太复杂，如果把事情闹大，他的家人会使用一些手段来对孩子使用一些不正确的手段，比如说鞭打类的，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想把它闹大，我是私底下尝试跟那学生说，你跟家人讲或跟我们说，我们可能还可以帮你，但他还是照做了，还甚至他会在我们的上课的时间溜出去为了做坏事，于是后面我就还是被迫跟他家人用面对面谈的方式解决，虽然后果是他会被家人挨打，但是至少现在已经解决。虽然说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还是有点大，因为我不想要看到学生，虽然说他做错了，但是我不希望学生因为明明希望可以避免的结局，但是还是发生了，所以让你很难选，很难过。对，非常。但是这个也让我了解到，这世上有很多东西是有时候你不想做，还是得被迫去做。它是蛮辛苦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要是这选择是对的，还是要得面对。我们应该都是00后吧，用我那是98、99，所以我们会所以我们真的感悟会比00后还要再多一些，因为教育方面都不一样，整教育都不一样。我们再回到这里的负责人赖康辉先生，他自己在外企上班，也有很好的工作和收入，是什么触动了他在这里一投入就是10年呢？我曾经在念书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有去协助过一些非政府组织，那个设备的问题，它的有主屋，但是它的那个主屋没有 CCC，没有 CF， 就是没有那个可以入伙的那个文件，那个入伙纸，就是他们用，但是其实是不太有保障的，就是华裔、英裔居多，也有一些马来同胞，然后也看到这个原来这个社会是存在有这个比较需要帮助的群体啊。你看到了什么呢？就是我本身是比较幸福一点啦，我出生在小康之家，住在排屋地方大一点，然后教育那些都没有问题，都可以上大学。但是如果是看社会的一些情况，他们有的房子很小，然后可能要花时间读书的地方可能也不多，水电都可能水那种常常水供有问题这些会影响我也曾经去过原住民村，是在深山里面
他们也是没有水电的。你怎么转变过来的呢？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没有进大学之前，我不知道原来我们国家有些情况是比较 UB40 是吧？对，等我在大学第1年的时候，学长就驾摩托电单车载我从沙登去到甲洞的一个叫做镇江的地方。那镇江以前有一个叫长屋的地方我讲长屋沙拉越的那个长屋是吗？住了很多人。原来是那个长屋是临时的屋子来的，是就在垃圾山旁边罢了。那边对是有很大的垃圾山。然后那个长屋就全部是用 asbestos 来做的，它的墙壁其实不适合住人的。那个是我大学第1年最震撼的时候。原来在城市中央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就造成后来的那个我就一直在参与其中了。然后过后遇上了余文姐，在余文姐振臂一呼之下，感觉是有一种就是你受到触动嘛，但是也需要有人去 trigger， 对这样的一个从爱心到行动的过程。我感觉是这样。你看，这是主理人自己的一些心里话。以下我问孩子们的这些心里话，我想他们自己也没听过吧。你希望这里 Mimosa 假设再过3年，你希望它会变成什么样呢？越变越好。而且也可以招募更多学生进来这里跟老师学习。好的。你有什么想对这里的老师李凤阿姨他们有什么要说吗？就给老师想说谢谢老师。有耐心的教导我学习那些。非常好，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你，你握手Thank you 真棒。投入了10年之后再回头来看，你觉得这个投入是值得的吗？是我觉得这个投入是值得的，因为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学长也是有给我们看一部电影叫 Matrix。Matrix 一个红药丸跟一个蓝药丸，要选哪个是吧？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可以看到真实的情况，其实也是人生的一种成长所以我觉得是值得的。然后还有就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就是能够做一些事情也是值得的啦。然后我们来到世上只能活一次。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觉得我可以选择做一些事情啦，在自己固然有一些幸运，但是在幸运之余可以做一些事情，我是觉得值得的，不枉来这个世上过去10年如果用一些词来总结你的收获的话，会是什么呢？只要坚持就是可以看到开花结果啦。8个字啦。好，坚持到底，莫忘初心是这样。再次回到老师身上，他们会如何回答呢？你如果怎么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来形容在 Mimosa 这里的工作呢？ Flexible。真的很会变通。就因为我们这里其实是说高节奏，其实也不会到很高节奏，但是如果要是一发生人家有什么变化，人家说人家学生有事情，我们要其实很随机应变。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在可能休息的时候，突然间就是接到一通电话，学生可能需要帮忙，可能这学生他有些事情想要找你，要功课问你，这些我们都要随时准备。所以我会觉得 flexible 是很适合形容我们的这个工作。OK， 非常好。我的话会用开心吧，或是欢乐怎么说呢？就假设你在这里做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的学生的成绩只在进步。你就会感觉自己心里就有一种感觉是你会替那个学生感到开心。我就很像前年我有教中6生8位学生嘛，8位学生经济，然后呢他们当中都有获得拿到很优秀的成绩，甚至是拿到A 的成绩。然后我是挺开心的，因为他们很多人是从不及格拿到 A 所以就挺开心，而且他们也能顺利进到政府大学。OK， 教育和人品两者都要兼得。因为其实我遇过品行不好的孩子，但是成绩异常的好，成绩不好的品行反而不错，就是很好的那一种。只是
如果是以这个Mimosa的工作去看的话，其实有发现到很多学生是两者都我们不能完全兼顾，有些是家庭背景影响，也有些是他自身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引导。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在这边工作之后，我最大感悟就是其实这2点真的非常重要。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其实教育好没好都不重要，因为到后来只要能找到一份工作不分高低，不分卑贱嘛。只是说，如果你想要看得更长远，走得更远的、更久的话，教育还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当然，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人品。那这些小孩子你看到让你印象最深的一些，或者某一个小孩子的转变是什么样的呢？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分享的吗？可以，其实我的太太也是我太太是第2代的老师，然后她在这里也教过，然后我举她例子啦，因为也是她分享的，知道因为刚好她教的学生那个学生是他的马来文、英文、数学都在不及格的边缘，在这种情况，特别是马来西亚，如果要升学的话，马来文、英文、数学是很关键的。OK。所以是在那种属于不及格边缘，是会影响到他升学。然后在那时候老师依然是不放弃坚持的教下去就可能这里的老师嘛，对，就是我太太那时候是一个老师，然后教这里的老师，然后我们就不设目标，他是要拿 A 还是 B，我们目标就是帮到他，只要能够过关就行了，就不会设太高的目标，然后我们就持之以恒的去做，就从最简单的开始了，比如文化家在不及格边缘，我们就不是给他做初中3还是初中4还是初中5的英文了，我们就给他做小学的英文，至少那个基础先稳定下来，稳固下来，所以很幸运的学生也能够接受这个安排，也是某个程度上也是开窍，他就继续的这样子学下去，然后他都及格，最后都及格。那后来他怎么样了呢？后来他去了技术学院，然后也在技术学院拿到很好成绩，毕业了。现在在一个蛋糕连锁店做蛋糕师，就继续了他的学业，最后在社会上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嘛。对。那如果他当时都是不及格，就假设他没有到 Mimosa 来他会，你预计他会是怎样的一个命运呢？如果是这些主要科目都不能及格，我担心可能也很难进到技术学院然后提早去做工的话，可能在求职上也会面对问题啦，就是特别是在这个社会，如果缺乏一纸文凭的话，要敲门跟开门也是会比较困难的。当然不一定不可以啦，但是我觉得根据我经验是还蛮挑战的。是，他是最低限度踏入社会嘛？是。当时他的学校应该是对他没有办法了，还是说？因为学校的情况是很多学生然后一个老师要对整40位学生，顾不到其实也顾不了了，顾不了。然后我们这里的特点就是不是那种很大班的制，就是小班制，所以是老师能够顾得到了，也分担了这个社会的一些的所需所以就这个是我太太手上的学生然后他的数学是我们另外一个理事教，他数学最后也是考得很好然后也还有另外一位学生是别位理事教啦，也是老师啦然后他教，然后最后那学生也考得还不错，然后过后也进了大学啦读夜校，家境比较需要钱，然后是他早上工作，然后晚上就读大学的夜校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呀？陈佩莹。你叫佩莹佩莹，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到这边补习
你来的时间不长，对吗？刚刚来。记得吗？不记得了。不记得啊？那你现在有交到朋友了吗？有。有啊，是谁啊？不是一善。不懂名字。不懂名字啊。那交到朋友开心吗？所以你还希望再来吗？再继续开心吗？你喜欢这里什么呀？补英文的老师。补英文的老师就是我们的展协老师。我们如果站到社会的角度来看嘛，像很多小孩子需要帮助，我觉得一定不是小孩子本身的问题。你说他智力啊，或者说花的时间不够啊，是跟家庭有关系吗？还是跟学校教育的这个体系效率有关系？还是出在你觉得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孩子他们还需要有些人来帮助他呢？我觉得每个孩子其实都想要正面向上的，然后如果有的选小孩们或者小朋友们也不想往下掉了，然后所以我觉得更多时候的情况是这个家境的经济环境比较弱，然后又或者是这个家境的环境比较弱，它会产生一些问题啦，比如可能父母之间会有不和，还是父母之间会有为钱烦恼的问题，又或者是家境经济太弱，因为需要他提早出来做工，都有可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会影响小孩子的学业啦。所以其实我们不单是有教书我们有做家访我是第一代做家访人就是跑去问，就是你孩子要不要报名参加主动的去吸纳和了解这样的也去家访中家访的时候也会了解到这个家庭的所需家庭的情况其实在大马听到很多人做善事，你问他原因最多的回答是3个字，就是我不懂。我大学第1年的时候也是我不懂但是在接触过后就知道了我觉得这种我不懂是很珍贵的，因为它代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是的，都是从我不懂开始像在社会上其他的类似像梅摩萨这样的组织多吗？据我所知，可能在巴达林有一个，其实好像这样子就不太看得到了。是刚你有告诉我说，像这边也得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企业的帮助嘛，一些桌子墙壁的一些就是粉刷呀我们在去年刚刚得到一家企业的一些赞助啦，就是那个波利斯种植集团他就赞助了为期3年赞助那个租金大概是这样，然后他也帮忙粉刷了一些就是现在看到墙壁呢比较美一点这都是很实际的一些帮助，我觉得对我们之前是有什么设备我们就用什么设备但是更早之前刚刚创办大概的第2、第3年这样，我们也是得到一个电器公司的赞助啦，就是赞助我们就是风扇那些但是已经很久了啦，那种电器坏了超过5年了。明白。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来自大众的那个捐款就是比如我的一些朋友点一点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他捐一些我请学生去看一部有意义的戏，你安排一下很有意思就请学生去看戏然后比如是还有啦，就是我们的创办人更加出钱出力，也不求回报啦，这个也是有点就是靠大家拉扯，应该说是有些人说就是这个社会总有人缝缝补补因为你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力量对，好，谢谢你，谢谢，拜拜，好，拜拜，开心，感谢您看到现在，您知道谁是大马社会的含羞草了吗？